很多人看政府工作报告，第一眼先看的就是 GDP 的目标。今年给出的目标呢是4.5%到5%。如果我们只盯着这个数字，其实会错过这份报告里真正重要的信号。因为今年呢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10-5-5”的开局之年。所以这份报告讨论的不只是2026年中国该怎么过，更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在房地产的旧引擎减弱之后，中国接下来到底准备靠什么继续增长？国家的钱、政策和资源接下来会重点流向哪里？如果让我先给这份报告下一个总判断，我会说它不是一份全面刺激旧周期的报告，而是一份稳住总盘子、加快铺设新周期的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政策要稳增长、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在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未来中国不会再主要依赖过去那套老增长的模式了，而是要把更多的资源推向科技、推向先进制造、内需修复、民生补短板和绿色转型这些方向。那么今年的总基调到底是求稳还是加码呢？很多人会问，今年这份报告到底是偏保守还是偏积极呢？我的答案是，总基调是求稳，但是在重点方向上是明显加码了。为什么说是求稳呢？因为它把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在了4.5%到5%之间，而不是过去那种不计任何代价非要往上冲的姿态。报告里反复强调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还把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定在了1200万人以上，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2%左右，把防风险、化债、稳楼市都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换句话说，政策层面已经很清楚了，不会为了短期的漂亮数据，把未来的包袱继续往后推。那为什么我又说在加码呢？因为从财政和货币力度来看呢，今年并不弱。报告写得很清楚，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呢5.89万亿元人民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达到30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4.4万亿元。同时还明确提出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工具，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我们把这些数字和措辞连起来看，就会明白，今年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稳住总盘子，重点加力。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去概括今年的总基调，那就是不是全面的猛刺激，而是有选择的发力；不是回到旧的周期，而是要给新的周期铺路。那这份报告最重要的信号就是中国开始换新的增长引擎了。那我认为呢，这是这份报告里最值得大家真正看懂的地方。过去很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套大家都熟悉的老逻辑，靠房地产、土地财政、基建扩张、出口拉动，这些呢都是旧引擎。但是这份报告很清楚地在告诉大家，未来5年这套逻辑不可能再单独撑起中国经济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地方政府也不能再无限依赖土地收入了。人口结构、债务约束、全球环境的变化都在逼着中国去换一套增长方式。那么新的引擎是什么呢？报告里其实写的非常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数字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如果再往下拆，那么具体点的方向就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这些词儿不是随便点缀一下的，它们出现在“15开局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本身就说明未来资源配置的倾向。也就是说呢，中国不是不要增长了，而是我们要换个方式增长。过去更多是靠房地产，未来呢更多要靠科技和产业升级。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这次不是只投概念，而是在投底座。报告同时强调了智算集群、算电协同、卫星互联网、5G 加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新型储能、数据要素基础制度、高质量数据集这些内容。这说明未来5年不是某个概念赛道会热，而是围绕这些赛道的基础设施、能源支持、数据规模、网络体系都要一起搭起来。如果我们把这一层看懂，就会发现未来真正大的机会，往往不是只在某一个概念股上，而是在整条产业链和底层基础设施里面。那么这份报告里面讲的呢，也不只是科技，还有内需和投资于人。
如果我们把这份报告理解成国家要搞高科技，那还是浅了，因为这份报告里啊，还有一条主线同样重要，那就是内需和民生。而且我觉得这条线的重要性，很多人会低估。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内需主导，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还设立1000亿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专项基金。这个意思很清楚，国家已经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要想走得稳，不能只靠生产端，更要把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拉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啊，这次全文当中啊，教育、医疗、养老、生育、托育、住房保障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写的相当具体。报告里提出了109项重大工程，其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类的就有25项，覆盖了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康中国、一老一小服务、社会关爱服务、城镇更新、县域基础设施等多个方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家现在不仅在投资工厂、设备和技术，也在投资人的消费能力、人的质量和社会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的增长逻辑不只是投资于物，也是投资于人。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份报告到底在提倡什么，我会说，它提倡的是一种新的平衡，一边继续做产业升级，一边把内需和民生补上来。因为中国未来5年的增长，如果只靠科技，没有消费和人口质量的支撑，也走不远。如果只想刺激消费，没有产业升级和效率提升，也走不远。真正的主线是两条腿一起走。那么房地产在这份报告当中啊，到底是什么位置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关心，是不是房地产又能支棱起来了？是不是房价新一轮会再次上涨了？那我的答案是啊，房地产仍然非常重要，但它的角色已经变了。报告的原话是：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推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果我们认真看这里的关键词，全部都是稳定、去库存、盘活存量、新模式，而不是全面刺激房价上涨、重新扩张。把它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国家现在对房地产的态度，不是让它重新飞起来，而是不让它失速的摔下去；不是让大家重新相信房价永远会涨，而是把房地产慢慢从过去那个高杠杆、高周转、高依赖的旧模式里拖出来。政策会继续托底，比如说公积金制度改革、降低融资成本、盘活存量住房、支持合理需求，这些呢都意味着今年房贷利率继续往下走的概率仍然偏高。但是呢，托底不等于重启，政策是在防风险，是在争取时间，在推出旧模式出清，而不是在承诺房价会回到过去那种全面普涨的时代。所以呢，对于那些手里面有多套房的人，我一直会提醒大家，2026年的政策环境不支持你用那种总会涨回来这种简单的逻辑去看待所有的房子。当然，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现金流和流动性不错的房子仍然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弱的城市、老破大的房子、空置率高的、持有成本又非常重的，真的不能只信仰硬扛了。因为这份报告里释放出来的信号很明确，住房会更回归使用价值和区域分化，而不是普遍性的财富幻觉。接下来呢，咱们分析一下啊，这份报告对 A 股、黄金和利率分别意味着什么？咱们先说 A 股，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份报告能不能推导出今年 A 股的大牛市？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来推啊，它当然对 A 股是偏正面的，因为全文明确写到要综合实施稳股市、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机制，提高直接融资、股权融资的比重。这些表述呢，都说明政策层面对资本市场的态度是希望它更稳、更活跃、更能服务新质生产力。但是我不支持把它讲成再现6000点牛市，因为这份报告同时也在承认，增长目标更加务实，房地产和内需恢复都还需要时间，风险化解也还在继续。所以今年更像什么呢？更像结构性的行情，像慢牛政策引导型的行情，而不是全民疯狂什么都涨的那种大牛市。真正更值得盯的是那些被政策明确扶持的方向，比如说 AI 应用、半导体、算力、新型电力系统、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经济，以及一些与服务消费、养老和文旅改善相关的板块。
再来说说黄金啊，黄金不是从政府工作报告里直接读出涨跌的，因为黄金更受全球利率、美元、地缘风险和避险情绪的影响。但是在这份报告背后的大环境里，我认为黄金仍然具有配置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旧的财富逻辑在减弱，房地产不再是唯一的锚，同时全球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家庭资产配置的对冲仓的需求会继续存在。所以黄金更像是什么呢？它更像是你资产组合里的保险，而不是唯一的主仓，但也不应该完全没有。最后咱们说说利率啊，这个其实是比较清晰的，报告里已经写明白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翻译一下，大白话说，就是今年的融资环境还会继续往更宽松、更便宜的方向走。所以呢，不管是企业融资的成本，还是居民的房贷利率，继续下行的概率都偏高。那这个对于托底楼市、对于内需修复、对于权益资产的估值都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如果你不是宏观政策研究员，不是基金经理，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创业者、家庭资产配置者，那么你从这份报告里应该读懂什么呢？我觉得有3件事儿。第一，就是你找工作的方向应该顺着政策的水流走。今年最值得往哪儿靠啊？第一个就是技术升级的方向，比如说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子、高端制造、机器人、自动化、数据和软件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医疗护理啊、养老，还有托育、康养、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文旅消费升级。这些产业的背后逻辑很简单，国家的钱和政策接下来会重点往哪儿流，那么那里呢就会有机会、有岗位、有增量。第二类呢，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啊，今年就不要再用旧时代那种粗放式的扩张的逻辑去判断时代的行业了，更应该顺势的方向。一类就是企业升级服务，比如说 AI 工具数字化、设备更新、节能改造、工业软件。还有一类呢是民生消费改善，比如说养老。健康、托育、文旅和高性价比的消费。那么还有就是外向型的新服务，比如说跨境电商、海外仓、数字贸易等等。反过来，那些只能靠价格战、没有技术壁垒、完全压住红海生意的竞争，今年会越来越难。因为报告里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到了要整治内卷式的竞争。第三呢，做资产配置，大家今年不要再压住任何一种单一资产。2026年最不适合的就是你把所有的希望压在某一类资产上面，全部存银行，安全是安全了，但是利率下行就意味着你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全部投资股市，今年呢更像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不是那种无差别所有股票都会涨的大牛市了。全部投资黄金呢，因为黄金今年会受到美元和利率波动的影响，所以波动会很大。那么适合普通家庭的呢，反而是一个更朴素的配置框架，就是你留一部分现金和存款做安全垫，留一部分权益资产去参与中国的新周期里最受益的方向，再留一部分黄金做对冲。说到底，不是在选唯一正确答案，而是承认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单一答案。如果让我最后用一句话总结这份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会这样说：它不是在告诉你啊，旧时代又回来了，而是在告诉你，中国正在一边稳住旧体系，一边加快把资源推向新的体系。旧的体系包括房地产、地方债、旧增长方式和旧的财富逻辑；新的体系呢，包括科技、先进制造、内需、民生、绿色低碳和新型基础设施。所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年的 GDP 最终能实现4.5%还是5%，而是看你有没有看懂未来5年中国的钱会往哪里流，国家在扶持什么行业，什么是托底项，什么是新的主线，什么只是防风险，什么才是真正的增量方向。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不是一个能够立刻发财的故事，而是一个重新站位的问题。因为未来5年决定大家机会大小的，未必只是你多努力，而是你是否站在了正确的水道上面。这份报告里最深层的含义，其实不是全面刺激，而是新旧周期切换。它不是要把我们重新送回到过去，而是要逼着所有人接受一个新的现实。过去靠房地产和旧模式赚钱的时代正在慢慢远去，未来真正重要的是科技、产业升级、内需质量、民生服务和更均衡的资产配置。那么谁能看懂了这一点，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少走弯路。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